提到 Windows 平板产品，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我首先想到的是幻 X， 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炫酷外观。我是颜狗。本期视频的主角同样是一款平板产品，它同样有着非常炫酷的外观，但不同的是呢，它除了常规的平板和笔记本两种形态之外，还多了第三种超级吸引我的形态，就是掌机形态。这里说掌机，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乐意啊，你管这叫掌机？如果你接受不了它是一台掌机，那你就当它是加了拉伸手柄的大平板也行。前排提醒，由于我还没有拿到手柄，我手中的内测机也还没有开放手柄支持，所以本期视频就不包括手柄以及手柄形态的测试，仅限于平板与笔记本形态的展示。另外，我手中的内测版机器、处理器和内存等硬件会与最终版有所不同，所以游戏实测部分我也会放在第二个视频中。毕竟英特尔的驱动，你懂的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平板正面是一块 10.95 英寸的屏幕，屏占比还不错，出厂自带贴膜，屏幕四角有切割设计，感觉多了一丝游戏感。屏幕顶部拥有一个 720P 分辨率摄像头，也可以用于人脸识别解锁。摄像头两边有2个麦克风开孔，实际收音与摄像头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本次屏幕采用了一块 10.95 英寸120赫兹高刷 LCD 屏，分辨率为2560×1600，依然是一块原生竖屏，支持10点触控。实测屏幕最大亮度可达550多尼特，色域覆盖可达接近100% sRGB 色域覆盖以及98% DCI-P3 色域覆盖，屏幕素质第一梯队，并且在4000分之一快门下可以看到全亮度无频闪，对眼睛比较友好。屏幕校色后观感更佳，需要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。屏幕实际观感，这里对比拯救者掌机。平板背面整体设计比较硬核，三角形与菱形的元素比较多，并且找不见螺丝孔位。左侧开孔为散热进风口，右上方的 G 是被动散热开孔。左右两侧有2个三角形状的 RGB 灯，可以在玩家中心中更改颜色。背部可以搭配官方的皮质磁吸后盖，磁吸可以自动定位，并且非常牢固。后盖底部可以无极调节角度，阻尼感相当不错。这台平板上我最喜欢的设计是机身4边的美工线加红色亮面金属质感的边线，直接将机器颜值拉高了一个档次。机身顶部依次是带有指纹解锁的电源键、音量键，带有盖板的耳机孔以及 AUX-Link 接口，右侧还有一个散热出风口以及一个控制中心呼出按键。在退出玩家中心时，突破按键可以在15瓦和28瓦之间一键切换。机身左侧有2个 USB4 满速接口，低电量关机状态下充电速率可达67瓦左右。USB4 有 AUX-Link 接口连接显卡坞的测试，我们放在下个视频。机身右侧有个令人感动的 USB-A 接口，以及一个 TF 卡插槽，实际读写闪电 1TB 黑卡速率如下。左右两侧拆到装饰条，可以看到2个金属滑轨，用于连接官方手柄，这个也在下集为大家展示。两侧底部为扬声器开孔，背部右侧可以看到为哈曼调音，实际音质表现非常的棒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与 ROG 掌机的对比。机身底部拥有一些配置信息以及一个 Poco Pin 接口，可以连接官方磁吸键盘，在连接时也可以做到自动定位，并且吸力还不错。键盘按键手感还可以，键程大家可以目测一下。F7 可以实现快捷功能，默认不加 F1 可以直接触发。不过这个退出键有点反人类，默认不加 F1 为触控板开关，如果想触发 ESC 功能需要按下 F1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它竟然还支持2档白色键盘背光。键盘附带了一个触控板，触控板支持下压，也支持多指操控，灵敏度和手感都还不错。另外，磁吸键盘可以实现合盖睡眠、开盖唤醒，但是不具备磁吸功能。建议官方在后盖与键盘上做一些合盖后的固定设计。平板裸机重790多克，加上磁吸盖板重940多克，再加上键盘重1200多克，加上氮化镓充电头，随身携带应该负担不大。配置方面，官方有4个版本可选，目前对应的预售到手价如下。除了 CPU， 我这台内测机内存频率运行在7467兆赫兹，硬盘为 PCIe 4.0 固态硬盘，读写速率非常不错。网卡使用了英特尔的 HR211，支持 WiFi 6E， 电池容量为65瓦时。实际续航表现下集游戏测试部分为大家展示。这里我们先简单来做个测试，在15瓦 TDP 时，整机功耗在26瓦左右，续航约为2.5小时。最后散热方面，在玩家中心中最高给到了玩家35瓦 TDP 的选项，实测在35瓦功耗下单烤 FPU， 室温25.7摄氏度 ，CPU 温度最终可以稳定在82摄氏度左右，此时风扇噪音在43分贝左右。整机最热的地方集中在机身左上角，这里的正面、背面与侧面温度都会来到56摄氏度左右，其他区域温控还不错，带上后盖也可以有效隔绝热量。在双烤测试下，整体温度会降低一些 ，CPU 温度会下降至76摄氏度。
大家别忘了，这可是35瓦持续运行了40分钟。日常使用时，笔记本状态下不会感受到热量。平板状态可以带壳手持机身底部，掌机模式采取了分底手柄，理论上也不会感受到发热。整体散热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总之，作为平板或者笔记本来说，使用下来的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等后续我拿到适配好手柄的正式版之后，再为大家带来游戏的详细体验测评。下期将包括手柄整体的使用感受、整机作为掌机的使用感受，以及游戏性能实测、显卡无实测、续航实测等。记得关注我，我是芳芳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